大家都说女生要当女王，我就不想当女王，我就想要一直当公主。物理防晒，防素防晒，为什么有点像美少女战士？这个东西我买的时候完全没有抱什么希望，它绝对不是智商税。鸡推真的好喜欢，不要再讲了，再讲我要收钱了。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天气呢渐渐热起来了，终于大家都要过夏天了。我在夏天已经等大家很久了，最近应该连那种完全不在意皮肤保养的人都开始在想办法防晒了吧？所以今天这集呢，就来和大家分享我在夏天的时候吃的、穿的、用的，我愿称之为夏日白雪公主计划。现在很不流行女生当公主，大家都说女生要当女王，对不对？其实也不一定每个女生都要当女王，我就不想当女王，我就想要一直当公主，因为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把小时候那些想象中的梦幻泡泡戳破吧。有些时候只是当自己，或者只是把自己当成想象中的公主去宠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嘛。那我们马上开始吧。夏天说起防晒，大家应该最多想到的是防晒霜。比起防晒霜来讲，我个人更喜欢的是物理防晒。法术防晒。好了，比起防晒霜，我更喜欢的是这种衣物类的防晒。我在太阳大的时候呢，都很习惯拿这种防晒衣把自己整个从头到脚的包起来，戴那种防晒帽，出门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就像一个踩了蜡的人。之前在 IG 和大家分享过，我每年入夏的时候呢，都会买几件防晒衣作为我入夏的仪式感。所以防晒衣是消耗品。对我来讲是消耗品。刚刚陈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呢，就刚好是我等一下要和大家分享的。我对于防晒衣挑选的有一些我的要求，先跟大家一条一条来分享我今年买的这些防晒衣好了。有给陈老师买的，有给我自己买的，然后也有给小朋友买的，各种各样的都有。这几件防晒衣都是蕉下的。蕉下这个牌子呢，从10几年前它刚成立的时候，出第一支小黑伞的时候我就已经买了。今年一样买小黑伞，这个小黑伞它已经进化了。为什么我会买它？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少女心。看这里，它是一朵小花，展开之后呢，里面就是这样子标志性的黑胶。这已经不知道是我第几把小黑伞了。每次它都有附一个类似这样的袋子或者盒子，每年都不一样。可是呢，其实我打开之后，我就没有办法把它塞回去了，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没有什么用。基本上就是这个折一折，然后折完之后它是这么小一支，就把它放在包包里或者丢在车上，需要用的时候就去用。而且因为它今年是有这样子的小花花，所以小朋友真的很喜欢。然后呢，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呢，其实是给陈老师买的。可是因为我买来之后呢，发现好像我穿这件衣服比陈老师穿这件衣服更好看。所以大家在挑选像防晒衣这一类的机能的衣服的时候啊，不妨去男生区看一看，有一些剪裁穿起来女生会更酷一点。本身女生的款式我也有买，就是这样子的。以前蕉下出的防晒衣很多都是那种斗篷形状的，我以前也都是买斗篷形状的。但是今年我就买了一个这样子的收腰的一个形状，因为我真的觉得人到中年啊，如果我们经常穿很松的衣服啊，就胖了会不知道，胖而不自知，很可怕哎。所以我现在都会喜欢穿稍微有勾勒身形的衣服。这样如果我近期，比如说我吃的比较多或者比较不自律的时候，如果身材有一些改变，马上会感觉到，可以督促自己。很多人在介绍防晒衣的时候，都会喜欢用一些白色啊、粉色一些比较基础的颜色，但是我今年就是选了一件这样子的亮亮的黄颜色。难道是我年纪大了吗？喜欢鲜艳的东西了吗？这一件呢，跟我身上这一件，它的材质就是不一样。这一件就是他们非常标志的凉感的材质，那这一件就是普通的这种透气材质。我个人如果以材质来讲，我更喜欢这个凉感的材质，因为穿在外面，尤其是在太阳下的时候，真的感觉非常明显。有些时候你觉得很热，结果把防晒衣穿之后呢，除了你原本在皮肤上被太阳照射那个烫烫的那个感觉会不见之外呢，它还会有一个冰敷的感觉。非常经典的斗篷款我也买了，这是一个这样子的蓝色，我觉得也很好看。我特别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儿童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困扰。 Chris 小的时候我就有帮他买过好多其他牌子的防晒衣，可是呢，当我们把拉链拉起来的时候，拉链的地方会扣在这边。那小朋友的皮肤这边都会比较的嫩嘛。Chris 小的时候我就会经常觉得那个拉链这样戳在这边，我看起来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蕉下的这个小朋友的防晒款做的真的非常的贴心，我觉得这个设计师他一定有小孩。它的拉链的位置在这里，所以它是这样子的。 拉链最后拉完是在这个地方，你即便把它拉到头，也不会扣到下巴。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设计，再加上这个上面这个图案，你看粉粉的哦，我女儿简直爱死，真的非常的喜欢。然后男生的 Chris 的部分，我就是给他买了一件，材质是跟爸爸的这一件是一样的，也是这种就是比较透气的材料。男生这样子帅帅的一条白色的
防晒衣，我也觉得很好看。这边做了黑胶的帽檐，如果很热的时候就把帽子罩在头上，也会有一个防晒的效果。然后呢，还有一些小配件也跟你们分享哦。这个小配件我超喜欢。它是一个防晒的袖套，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衣服本身是有搭配好的，有一些衣服，比如说它的袖子比较大，不太适合外面再套一件防晒衣。那这种时候呢，这个防晒的手套就很好用。大家应该有用过那种就袖套，有没有？扣到这里的，它这个是一整个手套，一直到手指，为什么有点像美少女战士？拉的时候可以一直拉到袖子这边。它有一个非常棒的东西是什么呢？它是可以滑手机的，你看，它是可以这样正常滑动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哇，好打动我，而且它的材料就是我刚刚讲的凉感的材料，从整个手臂到我的手指都是凉的。我觉得很棒，我觉得比起那个传统那种袖套来讲，我更喜欢这样子的手套啊。但是这个袖套寄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2根，没有什么收纳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找了一个小小的收纳袋，就把它们这样卷好丢在里面，要不然包里打开2条这样子怪怪的。刚刚陈老师有说我像那个采鹅啊的人，因为我以前都会买那种全部罩下来的那种帽子，整个脸根本是看不到的。今年呢买了一个这样子的帽子，我觉得可能看起来没有这么的采鹅啊，它是那种很浪漫的形状啊，可以折出你喜欢的形状。奥黛丽赫本。而且它其实是有配风绳的，但因为我经常带来带去，我那个风绳就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去了。如果大家有需要跑在户外的时候，我觉得风绳还是要配一下，要不然风一吹，这大帽子可能就跑走了。它是可以，就是前面整个把它卷起来，卷成这样子。但是我是自己是不会，因为我是为了要极限防晒，所以我会把整个翻下来这样子。我很喜欢这种大的帽檐是为什么？有些帽子，比如说一些棒球帽就是只有前面这一圈嘛，你有些时候侧面的时候，这边是没有办法防晒到的，还有脖子，可是这个就是一整圈，就是可以360度防晒。哎呀，我真的觉得这一款如果它有出小孩款的，我一定会买，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很适合小朋友，可是它好像就没有出小孩款的，我很喜欢，而且它的材料里面是那种防水的感觉，然后外面也是防水，可是外面就是有一种沙沙的那种感觉，内外的材料其实是不一样的，可是搭在一起就很漂亮。然后除了这一顶之外呢，我还买了一顶这样子的草帽。这顶草帽不是我一开始想要买的那一顶，我一开始看中的那一顶呢，它断货了。大家可以再去刷一刷看有没有我说的那一顶，我把那个图片放在这边。我一开始看中那顶，它是旁边这边比较大，就是侧面一样可以防晒到这个地方的。那我觉得这一顶的话，没有那一顶那么的防晒，就是只是防这一块而已。但是因为这顶的颜值真的是还蛮高的，所以出门有些时候你就算身上没有穿防晒衣，你是穿一些比较漂亮的洋装啊，或者就是比较夏天度假的衣服，因为是草编的嘛，戴上去之后度假的感觉就会来了。所以我这顶我也很喜欢。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年我有一个巨大的惊喜。这个东西我买的时候完全没有抱什么希望，就是墨镜啦。我的墨镜其实没有很多，我之前一直戴的就是这个 Gentle Monster 的，非常多年了。我戴的时候就会有人问，这一个款式叫 Mima， 是一个宽宽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就是喜欢大面积的东西在我脸上，大面积的眼镜呢显得脸比较小。今年呢在买防晒衣的时候呢，我就惊奇的发现蕉下的官网他们有一个眼镜，然后我就抱着一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期待值的心情去下了单，因为我觉得一个做防晒衣的品牌做眼镜能有多好呢？结果万万没想到，收到包裹的时候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买的不是眼镜吗？眼镜不是应该是一个这样子大小的一个东西？你看这个差异。然后我打开它的眼镜，只有这样子而已，超小。结果当我把它展开的时候，你看它就恢复成一个完全看不见那个接缝的一个眼镜，真的做得非常的好。折叠眼镜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了，其实很多运动品牌做了很久很久了。可是我印象中那种折叠的眼镜展开之后都会很明显，不管是螺丝的孔啊，还是什么，不会是一副漂亮的太阳眼镜的感觉。结果它展开完之后，我要是不说，应该几乎没有人会觉得它是一副折叠眼镜吧。重点来了，重点是戴上脸之后，它是好看的，而且它并没有显得我的脸很大，两边的这个边线啊，跟我脸本身颧骨这边是几乎是一样宽。所以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是颧骨相对比较宽一点的女生，在选的时候可以选类似于像这样子的大大的，像这几年比较流行这种窄框的呢，就可以挑比较方方正正的形状的这种窄框。我这一副好像当时我在挑的时候也是男款，我这个人非常喜欢挑男款的东西。买一副两人用。
不可能只有我用。带出门真的很方便，因为小，它不占我的包包的空间，不占我的包包的空间呢，我就会更愿意把它带出门，那我在外面的使用率也会更高。它不用什么找一个角度去折叠，非常的直觉，所以这个太阳眼镜我真的激推，真的好喜欢，好可爱。好了，不要再讲了，再讲我要收钱了。你真的是一个追求极简出门的人。我出门东西其实很少，像这几年不是很流行那个小费包嘛，包包很小这样子。我其实一直都比较喜欢小一点的包，不要太大。我在生小孩之前，我的包都很小，因为我会觉得说出门不要带那么多的东西会很重。现在因为有小孩，东西可能会相对多一点。我自己的东西我就会希望款式我们选择经典的，体积不要太大的，用起来不要太复杂的，这样的东西就可以用很久，我就还蛮喜欢的。好了，我要让他回家了，就这样子。哪怕不带包，就这样挽在手上也很方便呢，对不对？好，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买的这一些东西，防晒衣这个赛道也是一个非常卷的赛道。你们有没有发现，真的非常非常多的品牌都在做防晒衣？那大家在选的时候要怎么选呢？我自己有一些心得。防晒衣的材质就有几种分类啊，一种是这种比较透气的材料，还有一种就是这样子的比较凉感的材料。那这两种材料，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试一下，感受一下，它其实穿在身上的体感是还蛮不一样的。这种比较透气的材料，它会比较硬挺的感觉，没有那么的贴在皮肤上，但是这种凉感的材料就会更贴在皮肤上一点点。那我自己在选防晒衣的时候啊，除了防晒这件事情之外，我会有更多的关注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符合我需要的点。防晒这件事情，其实你哪怕穿一件普通的棉质的衬衫也是可以达到的，因为紫外线它不是一个这么强的东西，它其实穿透力还蛮弱的。普通的衣服穿在身上，长袖的一样有防晒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一件防晒衣，它防晒那是基础。那在这基础上，我会希望它是凉的，因为很多时候走在太阳下，在外面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太阳晒在皮肤上会烫。那防晒衣穿在身上，如果它有一个凉感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说穿在身上会更舒适。再就是它有没有透气。夏天嘛很闷，比如说像台北，可能没有那么的晒，可是它很闷。那你如果走在外面，如果这个衣服是那种非常厚实的，那个热气就会闷在你的身上，就没有办法透出去。所以我就会更看重它的凉感跟透气。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我非常的看重，就是它是不是耐洗。刚刚我有提到，每年夏天我都会买几件防晒衣。为什么每年都要买？这东西会坏吗？它其实本身衣服是不会坏，可是我们买防晒衣的时候呢，这里它会有一个 UPF 的数值。那这个 UPF 的数值呢，就代表着这样子的物理防晒衣它可以防紫外线的一个指数。可是这个 UPF 啊，它不是永远都存在在我们的衣服上，清洗的过程中，这个 UPF 的数值就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也就是它的防晒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弱。你最后其实看这件衣服本身它没有破掉，它还是可以穿，可是呢，它防晒的这个功能呢，就不如一开始你买的时候这么好。为什么我这么多年都会买蕉下呢？就是因为它的衣物是有标榜30次清洗之后 UPF 一样是在它当时出厂的50，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去年的时候我就买一条这样子的防晒衣，可是呢，去年它混进了一堆白色的衣物，那一堆衣服一起拿去清洗的时候被加了漂白水，结果这条防晒衣洗完之后拿出来就很奇怪，变成了另外有一个淡淡粉粉，反正就没有当时买来这么白的一个感觉。而且原本我买来的时候它是凉的，可是它就那一次洗完之后，我穿出去它就不凉了。其实任何的机能的衣服都有这样，不论是防水啊，对，都是防晒，都要注意它后面的标要怎么清洁。为什么会有这个机能？就是因为它有做了一个涂层在上面，只是说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我们随便拿一件衣服，最高洗涤温度是40，直接就是写了不可漂白。然后你看我去年就直接把它漂白，整个就是洗坏，然后就是不可熨烫、不可干洗、悬挂晾干。个人的经验就是把它丢在洗衣机用轻柔模式，然后用正常的清洁剂去洗它就可以了。好了，来到我们的浴室，大家平时都敲碗要我分享保养心得，今天刚好趁这一集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在夏天时候的一个保养心得。其实我保养的程序不分春夏秋冬几乎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夏天的时候呢，难免就会被晒黑，再加上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最累的时候呢，皮肤看起来就会有一点点暗沉，所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会更加多的去选择一些皮肤提亮的产品。首先呢，关于防晒霜，我个人习惯不经常会一直买同样
样的一个产品，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分散风险。我最近用的比较多的呢是这2支，一个是 Olay 的 Use Protect Aqua Sheer， 另外一个就是 ZA 的美白隔离霜。这2支其实都不是什么贵价的产品，我觉得都还蛮好用的，肤感上各方面都很好推开。一支的 SPF 是36，一支的 SPF 是50。那这2支基本上几乎可以应对我的需要。像这支50的话，如果我有陪小朋友出去像海边啊、公园啊这样的空间，真的太阳非常的大，就会用这一支的 SPF 50 PA 加。关于这个数值的部分，其实我个人是不会特别迷信要去选全部都是50的，因为其实像我的生活形态不会经常一直在户外，大部分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出去一下就回来了。那我觉得30的或者30多的这个数值已经可以满足我的日常使用的需要了，而且这样子的话，我的皮肤的负担就不会那么的重，因为 SPF 的数值越高，虽然它的防晒系数越高，但对皮肤的负担也会越重。PA 后面这个加号，我个人的感受就是 PA 后面的加号越多，越不容易晒黑。所以你看这一支它的 PA 是2个加号，那就证明如果在相同的条件下的话，这一支的防晒黑的效果肯定就不如涂这一支来的高。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我选择防晒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像这一支，有很多人觉得好用，也有很多人觉得不好用。所以保养品这个东西真的大家要去试，根据自己的肤况去做选择，选自己适合的产品最重要了。有些时候如果我一整天在家，加上又是阴天的状况，我不出门的话，我其实就会选择就泛懒一下，就不要涂。因为如果我不涂防晒呢，我晚上就不用卸妆的东西来洗脸嘛。我个人是真的蛮不喜欢洗脸的一个人，如果那一个隔天的白天也不出门的话，我早上也是不洗脸的。这种情况下，我就会用这种棉片简单的去做一个清洁。这个棉片呢，打开以后就这样，里面这样一片一片的。其实也可以买普通的那种化妆棉，沾一些你喜欢的爽肤水啊、化妆水啊。这个产品是我前一阵子去韩国出差的时候，他们满柜子都是这样子的东西。这个棉片呢，一片是像正常棉片那样的软软的，然后另外一面呢是比较粗糙的，你用在皮肤上会有一种把一些废旧角质去掉的那个感觉。它这个呢就是讲求一个高效多用，就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如果时间很赶，擦一擦，然后还可以这样就是吸在脸上去做一个湿敷啊。这一支是我夏天一直在用的，也是上一次去韩国的时候买的，叫 VT 的 Riddle Short 100。它的中文名字叫维巾精华，有一种保养的方式，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用那种有针的那种滚轮在脸上滚。但它这个呢，就是号称用保养品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增生，可以让你的废旧角质快点的汰除，然后呢，就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加的亮白。而且它号称使用1个月之后，一整个皮肤周期代谢完之后，它可以达到1次医美的效果。但它没有讲是哪一个医美，当时我听的就觉得说，听听就好，应该是个噱头吧。但结果我在使用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韩国人做这种平价保养品真的是 next level， 因为它真的涂在脸上的那个感觉，真的很像在做那种微针的感觉。涂上去之后，然后按压它，它真的会有一种小的尖尖的东西在你脸上压的那个感觉。然后用完之后，再去叠加一些其他的保养品，它就可以促进其他保养品的吸收。我基本上用到1个多礼拜、2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感觉了。这样有功效类的产品，就是要多考量自己的皮肤状况。如果你皮肤的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敏感的话，那在所有的有功效的保养品之前，你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皮肤先稳定下来，维稳才是第一位的。那但是在皮肤已经稳定的情况下，如果像夏天这样子，我们有亮白的需求的情况下，我觉得去叠加一些这样子有功效的产品还蛮好的。然后像夏天我也会很多的去会使用这样子的维他命C。这支买的时候，其实有和大家有浅浅的开箱分享过，曾经有很风靡过的一个保养品的概念，早 C 晚 A。在之前影片里我有和大家聊过，如果你真的使用早 C 晚 A 啊，普通人的皮肤，我个人会觉得说真的很容易不耐受，然后让你整个皮肤会非常的不稳定。个人的习惯呢，是我会把 C 和 A 这一类有功效的产品，去把它隔天就都是在晚上使用。白天的话，我更多的就会使用的就是一些维稳的产品。夏天的话，我
非常喜欢这样维他命 C， 可以促进你的修复，然后还可以让脸可以更亮白一点，隔天就会有感觉。然后除了刚刚讲的呢，这一支 VT 的精华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当时一起买的。这个精华叫 PDRN 100，这一支比起一个精华来讲，对我来说更像是乳液。我使用的方式也是，晚上的时候我用完这个 Riddle Shot 之后，我就会直接用这个当乳液。那如果你的皮肤是非常非常干的状况，或者需要修复的时候呢，你可以外面再厚敷一个乳霜再去睡觉。像我女儿的这个大罐的乳霜，或者像这个胶原蛋白霜，都是我会去用的产品。之前有观众问过我说 Anna 有没有做过医美？我这个年纪是一定会做过医美的，但是我的医美其实做得非常的克制，而且我其实没有做非常的复杂。我长期在做的就是彩冲光而已，是一个非常基础又便宜，我个人认为 CP 值非常高的一个方式。你就每个月去打一次彩冲光，就是可以让你的皮肤更亮白。在1个月跟1个月的彩冲光之间呢，我就会去使用一些作弊的机器。什么是作弊的机器呢？就是我在家里面会去使用一些美容仪，因为美容仪就会让这样子的一些比较强效医美的效果在脸上停留的更久。我应该算是最早使用美容仪的一批人了。突然拿出一支非常古早味的产品，像这一支 Dr. Arrivo 的 Ghost， 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它刚上市，我就手刀去入了。我觉得这一个产品哪怕到现在以它的技术来讲也是非常能打的，而且它到现在都在坚强复原，它都没有坏，它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然后它的这个头呢，就是那种很大的，比起那种头很小的美容仪，这一颗它为什么价格会相对贵一点？就是因为它说是可以全身的使用，在你的肚子啊、腿啊、手臂啊各个地方都可以使用。当然了，我自己是没有这么勤奋了，我就是在脸上使用而已。大家想要的功能它都有，包含一些 VR 的震动按摩、LED 的采光的照射，然后还有一些提拉 MFIP 这些功能它全部都有，而且它可以在这个地方装一个 SIM 卡，装 SIM 卡干什么呢？它可以在你做脸的时候给你播音乐，是不是很古早味？就觉得那个10年前就会出现这样的产品，你边在做脸的时候，它就是从这个地方播音乐给你听。我后来拥有的美容仪就没有这样子的功能过，那10年前才会有这样的功能。然后这一支呢，也是当时红极一时的 Tripola Stop VX 射频美容仪。这一支跟刚刚说的这个 Dr. Arrivo 它的在功能上会有一些的区分，其实2支是可以叠加使用的。然后它里面就是这样子的4个射频的头，平时用的时候要搭配它的凝胶这样子使用。你要问我这样子的美容仪它有用吗？我可以非常确定的告诉大家，一定是有用的。但是因为这样子的美容仪它是在家里使用的嘛，为了保障安全的使用，所以它的能量一定是没有我们在医美诊所使用的那样大台的机器那么的强。所以呢，这样子的东西只有靠你持之以恒的坚持，才可以让你感觉到那一丝丝的效果。所以我说这样子的东西可以拿来帮忙我们去做一个效果的维持跟效果的延长，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我曾经还拿陈老师做过小白鼠，我让他连续使用多久？1、2个月，他皮肤真的又紧致又亮白，就是跟之前就是完全不一样。脸是又松弛又黑暗的。没有啦，只是更紧实而已。这样子的产品其实它一个单价也不低，在买的时候就是要去考量一下你是不是自己真的可以坚持使用它。很多人买家里有一大堆的美容仪器的产品，可是呢他自己坚持不了，那坚持不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还蛮浪费的。那我个人其实日常使用的最多的是这一台非常有科技感的一个面罩，很像我们前一阵子看那个三体他们进入三体世界的那个眼镜。它是个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美容面罩，也是我之前出差的时候在国外买的，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灯珠，平时我就是可以带着它，我可以正常的滑手机，我可以正常的看电视，我不用像之前的美容仪一样，就是手要停下来，必须就是很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而且它有一个好处，之前我的美容仪全部都是要接电线的，如果我在没有办法插电的地方呢，我就不能使用它。这一个面罩呢，它是用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遥控器，亮白、紧致、修复跟抗痘。我觉得这4个功能对我来讲就已经非常的实用了。以使用频率来讲，使用率最高的就是这样子的面罩。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就可以去做做看功课，挑一个你们喜欢的东西。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产品，一定要坚持。我个人认为它绝对不是智商税，就是要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就跟我们平时使用面霜、使用一些保养品一样，用1天2天感觉不到它的效果，如果不能坚持下去，千万不要花这个冤枉钱去买这么贵的东西。认真的在家里洗好你
你的脸用好保养品就可以了。但如果你可以坚持的话，就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一类的产品试试看。那像美容仪器类啊，很多人的感受和喜好是不太一样的。就比如说像这一支，它在用的时候就是会有烫烫的感觉，然后它有一个下颌线的模式，会有一个酥酥麻麻的感觉。这一支的话，贴在皮肤上的时候是很像章鱼在撩你的眼，就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美容面罩来讲呢，它就是一个照光，而且它里面是有做这样子的眼镜的一个形状，所以你的眼睛是看不到那个光线的，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差不多一个功能是10分钟，我基本上会选的就是亮白的功能跟一个紧致的功能，2个做下来20分钟就很方便。最后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我1年4季都很爱喝的甜点。之前有和大家聊过嘛，我是一个不喜欢吃零食的人，但是呢，甜点这个东西我就很喜欢，我喜欢喝那种甜的汤汤水水。然后这一款甜点呢，其实1年4季我都很喜欢吃，只是夏天如果把它冰过之后呢，口感就会更好，就是美龄粥。做法呢也很简单，我自己的懒人做法呢，就是把山药、黄豆、糯米、白米还有百合，把它全部都丢到电锅里面，然后用煮粥模式把它煮熟就可以了。这样呢，一碗既滋补又好喝的甜点就做好啦。美龄粥原始的配方里面它是有加冰糖的，但是因为我觉得吃太多糖也不好，所以呢，就是等整一锅粥做完之后，按照自己的口感加一点蜂蜜来调味就可以了，加一些自己喜欢的配料，一些枸杞啊，或者你们喜欢的甜点，葡萄干什么都可以。枸杞不要。为什么枸杞不要？我不要。枸杞很好吃啊！如果喜欢喝细腻口感的呢，就可以把这一锅煮熟的粥丢到料理机里面，然后把它打成果泥的状态。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吃有颗粒的东西嘛，就可以把那个当成饮料来喝，会比手摇杯啊要健康太多了。真的蛮厉害的，1年喝手摇杯不到3杯。对，我是那种手摇杯绝缘体，我不喜欢喝手摇杯。港式的甜点，甜汤我可以啦。啊，说的就是要喝一口。太好喝了，真的推荐给你们。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夏日白雪公主特辑啦。正在看节目的你，有没有哪一些夏天爱用的保养小习惯，或者一些防晒小心得？如果是我不知道的，欢迎留言告诉我，和我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